受了重创，适才疗伤，怕是只复原10至4、5，定会比我们慢上许多，但也只能避得一时。大不了和他再拼一次，谁怕谁？你们快出来！这不会有诈吧？怪物迟早会追过来，即便有诈，也只能出去，好过再次等死。感谢老天，总算还赶得及。你们都还好吧？半点也不好，简直是九死一生，惊心动魄，险象环生，险遭不测，死里逃生，那个痛苦不堪呐！小兰，哼，多谢老丈救命之恩，只是晚辈几人实在想不通这其中玄虚，望能指点一二。这要如何开口？裴公，你们怎么能？我见房里没人，就担心是来了这儿。果然，骆云平，你这混蛋，差点把我们害死！云平，把那东西还给人家，让他们走吧。是啊，这样孙英德往后要遭多大报应，都是一条条人命啊！我也不想。可是不找东西给他们吃的话，愚公、房公、袁伯、周婆婆、蔡婆婆，不就要通通饿死？如今这样，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。我说，你们能不能讲个明白？好歹我们几个也被那怪物又打又追，差点死得稀里糊涂，总该让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吧？我来说吧，裴公，其实你们要找的那块碎片，就在云平那里，不在藤县洞。看吧看吧，我就知道。几个月前，咱们村里来了个修道的人，说是为了责备苍生，广行善举，留下一件宝物，用那宝物炼药，就能炼出延年益寿的仙丹。那位修道之人，可是自称衡山青玉坛弟子？没有错，他那时就是这么说的。果然，所谓玉衡失窃，乃是那些叛徒自唱的一出戏，别有所图，恐怕大多数弟子亦遭欺瞒。原本我们这些老家伙
活的也够了，不在乎能不能多磨个1年半载。可是人呐，要是那东西给你摆在眼前，难保不会起了贪念。云平是个自小就很孝顺的孩子，他千方百计找些药材，用那所谓的宝物炼了几颗丹药，让平日里身体不好的几位老人先服下去。谁料到，那根本不是什么仙丹，把愚公他们都变成了只食血肉的怪物啊！一开始是吃些生肉，后来就趁人不注意抓了村里的猪羊来吃。也不晓得那时候是不是还忍人，倒没伤着过谁。邻里都以为牲畜被林子里的野兽叼走了。可眼看他们几个越来越可怕，盯着活物时，眼睛都冒绿光。一直关屋里也不是办法，只好跟别人讲他们都去省亲了，其实是被云平带到腾仙洞来。到了这儿，本来还是一个人一个人的，慢慢的却融在一起，越变越大，血肉还被这里的藤缠着。大概在洞里没了其他吃的，他们就互相吃起来。原来如此，却是藤为皮囊，湿为脏腑。那以后，云平把村里的牛羊鸡鸭偷偷丢进来喂。可是牲畜要再少下去，其他人也会起疑。最后，云平找了个法子，就是把来村里投宿的人骗进洞做食物。甘泉村离江都近，往来借宿的人虽然不多，也不算少，愚公他们总不至于饿死。这也太狠毒了吧！你们新城都是黑的，幸好刚才赶得及，香菱还没被他吃了。那种恶心怪物，养着它做什么？住口！不许说什么怪物！难道样子变了，愚公就不是愚公，渊博就不是渊博？几十天前，他们还都是人啊，是我的亲人。云平，别再这样下去了。先前我们劝你无用，一天拖过一天，这罪孽是越来越重。他追来了。
什么人？师兄，且待片刻，自会与你分说。在下凌月，昆仑山天雍城门下。昆仑山？相隔万里，众位道长就算一心除妖，用得着特地来我们这小村子？本不为此怪而来，如今亲眼目睹，亦不会任其逞凶伤人。你身为妖类，混迹人群，安分度日便罢，偏纵怪行凶，罪大恶极，还敢心存怨报。如此恶行，按理当诛。这位道长，云平他都是为了我们才会。他虽然是妖，可从来不曾有心害人。道长，您高抬贵手，就饶过他吧。老朽给您跪下了。刘伯，快起来！您别这样。你呀，是我们一手带大的孩子，要说有错，我们几个老骨头就没错吗？总不能看着你有个什么万一。老丈爱惜之心，自可体谅。然而天道成父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，非凌月擅自可决。灵卫、凌啸，即可将那藤缠怪物斩除，妖孽带回天雍城问罪。是。等等，还要完变？罢了，是我咎由自取，不用污了几位道长的手。我会给出一个交代，只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和村子里其他人全无关系。云平，你要做什么？欧阳公子，对不住，害你们险些丢了性命。这碎片还给你，但愿欧阳公子能早些找回玉衡，不让这东西再害惨别人。自当尽力。停下！你这妖怪，是不是想使什么诡计？大师兄，最后一次，就由我来做愚公他们的食物吧。你说什么？
云平，你疯了！我不忍他们挨饿，也对不起死掉的那些人，就让我用这身血肉来赎罪。赎不完的，等去了阴间再继续还。云平，你，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不，好妖，但也别这样想不开，自己去喂那东西吧。再说，当初骗你的人才是最可恨。洛兄勿要情急，若是有心弥补，总有他法。此事由青玉坛而起，留下玉衡碎片，实属居心叵测，亦不能全怪洛兄。不错，事已至此，死有何用？是啊，云平，可千万别做傻事。我心意已定，走到这一步，怪不得别人，更不愿几位道长。是我自己累了，再也撑不下去。害了第一个，就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永远没个尽头。连晚上做梦，都是一群人找我索命。等上7749日，我早就被吃了。愚公他们也饿死了。倒是麻烦裴公打开石门，收了我们的骸骨，葬在甘泉村父亲的山上。就算做下这样的错事，我这个村长也想死后还能离大伙近一些。你想一想，要是你不在了，那关心你的人该有多伤心。养育之恩，终归回报不了。我没读过多少书，也知道求人得人。如今以身为誓，是我最后的心愿，请裴公、刘伯、屈婆婆成全。云平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冤孽呀，冤孽！要是有人来村里寻找亲友，就告诉他们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死100次、1000次也是应该，妒恨咒骂，别找错了人。云平不孝，以后不能再给你们端茶送水，保重。门怎么就掉下来了？裴公，你知道怎么开门？快打开！对，不是还有机关？打不开，打不开了，怎么会？没用的。骆云平的妖力并不强，却似乎十分擅长禁锢之术。这门上附有他的法力，自是由他控制。既然说了7749日，在此之前，必是开不了的。
就救不出来了。哎，这孩子死心眼儿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叫我还怎么活呀？都是为了我们，连什么现代，把命也赔进去了。大师兄，这个妖……求人得人吗？以此了结，可谓用心良苦。想不到妖异有如此性情，虽行差踏错，却不失有情有义。丁银，你去将3位老人先送回村中，令其安睡，以免一时伤心过度，承受不起。是。周婆婆、蔡婆婆都说你们是怪物，可对我来说，你们是养育我26年的恩人呢。从见到我的那时候起，明明发现这个小孩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是妖怪，还是把我养大。明明想对你们尽孝，可是太难了，到最后反而……至少，这身血肉还给你。与我回去，未有师命便私自下山，成何体统？师兄见谅，屠苏如今身负要事，不能回山。仍是心有不满。赵林之死尚未彻查，戒律长老便将你禁于思过崖，确有不妥。但身为晚辈，怎可与长辈动气？并非为一时之气，待重要事情了结，自会回山向师尊请罪。胡闹！你可知这般妄为，只会越发惹人生疑。有此孽徒，师尊颜面置于何地？好凶！苏苏不是说了吗？把事情办完就回去，也不差这些时候吧？你是何人？外人平生过问天庸城之事。大师兄因他这不孝师弟受人奚落，你们又能体会？师兄，对不起，但我心意已决。好你个百里屠苏！大师兄亲自下山，辛苦寻人，你偏如此不识好歹！师弟年幼，
是非曲直尚且不明，亦是我这个师兄过错。带回昆仑山后，自当从旁劝导。哟，我闻天雍城执剑长老乃是得道高人，座下2名弟子，大弟子颇得其师风范。今日一见，不过如此。原来仅是得了紫印的骨，未得紫印的神，动辄搬出长幼辈分、声明颜面之说，实在无趣。你说什么？敢问姑娘何方高人，尊姓大名？高人可不敢当，不过是个小小女子，看不顺眼的事儿，随便说上2句。你既是如此，天雍城内务，还望他人勿要插手。这位道长有礼。在下欧阳少公，乃72福地之青玉坛门下弟子。百里少侠受在下所托，寻找门中一件失物。此物甚是重要，若无法寻回，恐会祸害百姓。故少侠亦是存着仁义之心，方才为此耽搁。青玉坛，不就是数月前掌门易位那个？门派不幸，令诸位见笑。道友有难，我等理应倾力相帮。待我回去禀明掌门，或可遣人助你。然而师弟既犯门规，不便置于山下，须得由我领回，亲自看管。待师尊出关后，再做定夺。果真毫无余地。先生不必说了。师兄，你若执意，请恕师弟无礼。大胆，想以下犯上！那么，拔你的剑。大师兄，你何必？5载光阴转瞬即逝，那之后，再也无缘与师弟事件，实乃心头大憾。若要一战，求之不得。少公，有请丹指长老速回青玉坛。本以为长老仍在江都，却不料跑来此地，让我们好找。季童，是你将我行踪通报雷炎？早该知道。若要叙旧，来日方长。长老先与我们走吧。等等，去了哪里？莫慌，是闪行之术，障眼法罢了。走得不远，我们出动去追。去追先生。师弟怕是不得不留步。
苏，这是什么？灵虚三才阵。既已入阵，不必妄想逃脱。我虽一日不盼着与师弟交手，但亦不敢托大。毕竟此行将你带走，最为紧要。可恶！苏苏，你醒了，有哪里疼吗？现在何处？我也不知道，醒来时就已经在这儿了。香菱是毛团的样子，少公说过，他要睡上1天，那就是1天还没到吧？醒了，别动什么逃跑的念头。牢门上可是有大师兄亲自布下的结界，何况逃出去也无用。不怕告诉你，这回下山，大师兄奉掌门之命，有要事与铁柱观观主相商。他遣了几人先到这里，自己捉住你，再来会合。如今身处这铁柱观内，有道友一同看着，谅你插翅也难飞。师兄只要将我带回门派，你转告他，放着其他2人。说错了吧？不是2个人，是1人1妖。放他们走？笑话！没把那小狐妖一剑宰掉，已是他上辈子积了德。别做白日梦，给我老实待着。苏苏，我不会丢下你走的。你呢？真的要跟他们回去？当然不可。师尊闭关，少则数月，多则年余。待他出关，不知何日。那样，他们会把你一直关着，直到你师父出来。这么坏，你可千万不能回山上。灵虚三才阵令人功力受制，需过些时日方能复原。眼下勿要妄动，静待时机。还要等香菱从毛团变回来。也不知少公怎么样了，他被那些人抓走，不会有事吧？红玉姐和兰生能把他救回来吗？阿祥守在藤仙洞外，或可助他们一臂之力。但我为师兄所擒，阿祥若发现，恐徒生变数。如今却也未知他身在何处。难怪在洞里一直没见着大鸟。虽说现在想也没用，不过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安无事呀。这个人到底犯了什么清规戒律，竟要劳驾灵月师兄亲自下山捉拿？唉，他做下的那些事，说出来真污了道兄耳朵。杀害同门，私逃下山，目无尊长，简直乃我门派之耻。这，听闻天庸城素来门规森严，怎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之人？勿要提了，
总之这些天劳烦道兄与我小心看着他便是。自然，自然。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呢？屠苏哥哥，香菱的伤早就好了，干嘛还要怕他们？再等。师兄结界非同小可，被三才阵所制，功力虽渐渐复原，亦不能轻闯。好吧。可是好饿啊，又不给我们东西吃，说什么有修为的人即使天不吃饭也没关系，讨厌死了。香菱想吃肉包子，白白的，香香的。早说呀，我这儿还有些烤虫子干，一样能填肚子。香菱要吃吗？虫子不要，我也没那么饿。哦，那苏苏吃。不必。真的不要？你不是夸我做的东西味道好，吃过了一辈子都忘不掉。内心忧虑，无甚胃口。那我自己吃了。先说好。我知道，在藤仙洞是你和红玉姐姐过来救了我，香菱永远都会感激你们的。可是，什么？屠苏哥哥还是不能让给你。胡闹！让给我？苏苏不是我的呀。再说，人又不是东西，怎么能让来让去？哼，反正就是这样。身陷囹圄，逃出去乃是紧要，休要想些无聊之事。香菱不说了就是。天亮后启程回昆仑山，等着瞧，回去有你受的。苏苏，那个百里屠苏，大师兄还说他多厉害，若不是当初大意入了三才阵，可不一定带得回来。依我看，不过如此。真瞧不出他是执剑长老的徒儿。这些日子还不是服服帖帖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既然林月师兄特意嘱咐过，总不能掉以轻心吧？怕什么？反正天亮我们就要走了。这家伙本事不行，邪门歪道倒挺多，难怪心术不正，害了赵林师弟。是说那狐狸？当然，与妖为伍能有什么好东西？自甘堕落。若非碍着大师兄之命，我早一剑把那狐妖斩了。是，说的有理。
你哪里不舒服吗？苏苏，从下午开始就不太对劲的样子。今夜朔月。啊，月亮，怎么了？去叫醒香菱。做什么？你，我这个人怎么也倒了？他中了我的婚媚术。香菱头一次用，竟然成功了耶！很好。苏苏，你没事吧？会离开。刚才你身上冒出黑色的东西，像那天在秦川。无妨，自行催动煞气罢了。原来是屠苏哥哥的法术，吓到香菱了。那个黑黑的东西感觉好可怕，不过也好厉害，一下就把人打倒了。容后再说，先离开此处。